年8月初，南半球的新西兰正值凛冬深处，整片大地被纯净的冰雪覆盖。王一博正是在这样的时节飞赴这片极限运动圣地。他此行主要为了参加由始祖鸟 Arc'teryx 赞助的冰雪攀登节，亦称攀登节。这是一项融合技术攀冰、雪山攀登与野雪滑雪的专业户外盛会，每年都会吸引全球顶尖的攀登者和野雪玩家齐聚南阿尔卑斯山脉。8月4日29岁生日前夕，他在皇后镇被路人偶遇。当时的王一博身穿一件厚重的黑色羽绒服，手拎滑雪鞋，头戴一顶低调的冷帽，素颜状态下面色从容，没有丝毫明星架子。他独自或紧携极少工作人员，神态轻松地前往雪场，周围没有大阵仗团队簇拥，只有雪山的方向和脚下咯吱作响的积雪，尽显他一贯的专注与纯粹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他还在此次行程中完成了一次难度极高的无顶绳先锋攀岩。这种攀登方式要求攀爬者在没有预先架设的顶部绳索保护下，边攀登边放置保护快挂，领攀全程，一旦失误便可能发生长距离冲坠，对攀登者的胆识技巧和心理素质都是巨大考验。据现场目击，王一博面对挂有薄冰的岩壁毫不露怯，每一次出手都沉着精准，呼吸在冷空气中化成一团团白雾。当他终于成功登顶，站上岩壁最高点时，抑制不住的喜悦与成就感瞬间溢于言表，那种从心底喷薄而出的兴奋与释放，让整片冰雪山谷都仿佛被他的快乐所感染。根据以上内容改个标题：一个顶流2年没拍戏，生日当天连生日蛋糕都没切，但他所在的城市1285架无人机为他亮了一整夜。凭什么？8月5日，王一博29岁生日，一个连蛋糕都没有切的人，却让整座洛阳城为他亮了一整夜。热搜本身不稀奇，稀奇的是2年没进组，商业价值却断层第一。他本人越低调，品牌和粉丝的排场就越离谱。生日当天，王一博被网友在新西兰街头偶遇。南半球正值冬季，黑色厚棉服，手拎滑雪装备，没有宴会，没有派对，没有觥筹交错，他就那样安静地走进南阿尔卑斯山的雪野，像一滴墨落入无垠的白，没有声响，只留下身后一串深深的足迹。他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极限运动，度过2字开头的最后一个生日。但他有多安静，外面的世界就有多轰动。洛阳1285架无人机编队升空，亮了一整夜。那些光点在天幕上缓缓拼出他的名字，他的轮廓，像是整座古城把思念写在了夜空中。航空包机打造沉浸式主题机舱，全国28个城市地标大屏联动，深圳地铁600多块屏幕全旅程覆盖。杭州地铁2号线生日专列持续半个月，衡阳、重庆、青岛3乘摩天轮同时亮灯，粉丝自费超30万元，打造12000平方米法式空中花园，线上线下共计28项生日活动，覆盖海内外。品牌同样砸下重金，11个品牌0点齐发祝福。某品牌在纽约时代广场投放巨屏，那个每天数百万人路过的十字路口，那一天也为一个没切蛋糕的人亮了。一个2年没拍戏的人，凭什么？答案藏在工作室0点发布的那句生日文案里。尝试值得放弃，亦可记得都要睡得安稳。尝试不同的角色，体验不同的人生，就很幸福。放弃亦可，这4个字在贩卖焦虑的内语，几乎是一句禁忌。在这个圈子里，每个人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走，不敢停，不敢空窗，不敢说累。大众习惯用拍戏的频次衡量演员，不进组等于不敬业，成了某种隐形公式。多少演员拼命无缝进组，生怕一停下来就被忘记。但王一博偏偏在29岁这天坦然说出放弃2字。他不是摆烂，他是真的想明白了。此前他坦言，演员是一个向外给的工作，需要自己有足够多的东西去挤，不能不沉淀，一味往外掏，掏到最后空了，
就只能一演。长期高压工作耗尽了表演热情，甚至会让一个人慢慢失去对生活的感知力。他需要休息一段时间，重新找到演员的感觉，让自己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而非一个连轴转的符号。所以宁可放缓节奏，也不愿仓促接戏。当旁人把不拍戏视为危机时，他把它当成必要的生长周期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他的人气与商业价值始终稳居内娱顶端。2026年5月，内娱男星商务榜，王一博以35个代言排第一，第二名24个，断层差了11个。他手里攥着3个顶奢最高头衔，奢侈品圈百年竞品互斥的潜规则，硬是被他一个人打破。品牌续约率超90%，最长合作走过7年。为什么品牌在他不拍戏的时候依然如此坚定？因为市场看得明白，他的价值从来不只依附于某一部剧的热度，而是来自他这个人本身一种无法被替代的质感，一种把热爱做到极致的态度。他不是在消失，他是在换一种方式生长。很多人看不懂他在干什么，跑去攀岩、攀冰、探洞，发起纪录片探索心境，把自己扔进雪山、荒野极地，还考取国际赛车执照，单赛季拿过冠亚季大满贯。其实他是在往自己身体里装东西，用最笨拙也最诚实的方式，因为他知道演员不能一直往外掏，掏空了就只能一演。他要先把自己活成一个有东西的人，见过极地的烈风，攀过挂冰的岩壁，在赛道上体验过肾上腺素飙升的瞬间，才能在镜头前给出真正有分量的东西。那些看似与演戏无关的经历，恰恰是未来角色里最真实的底色。在做一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，再大的困难可能都不是困难。所以29岁生日那天，他可以没有宴会，没有派对，没有热搜式的高调庆祝，他只需要一个雪场，一副滑雪板和一句睡得安稳。热搜的本质从来不是王一博不拍戏了，是一个29岁的年轻人，在所有人拼命往前跑的时候敢停下来。这种感比任何一部爆款剧都更奢侈。是啊，在这个卷子当头的时代，我们太需要一个人告诉我们，慢一点也没关系，停下来也可以，放弃某些东西，天不会塌。人生不是一条只能加速的跑道，偶尔拐进森林里的小径，说不定会遇到更美的风景。29岁，风还是从四面八方吹来，山还是一步一步去翻。但这一次，他选择了先睡个好觉，然后带着一个更丰盈的自己重新出发。